欢迎来到最新一期 POD。今天我们来玩酸雨战争，奥马加帝国地狱军团第2兵团群像，地狱灵骑、全魔 CM1D、斯坦耶马蒂奇将军与巨人意志特装型电单车。地狱灵骑是奥曼加地狱军团第2兵团的 SA 驾驶员，以果敢的决策和无法被击溃的士气而闻名，装备了最新的奥曼加强化战斗服和 OS31 冲锋枪。在不灭者斯坦耶马蒂奇将军的带领下，英勇的驾驶 SA 冲入战场，与劫匪和残忍的军阀进行了无数次交锋。现在他们准备着再次进军，为奥曼加无上荣誉而战。全魔 CM1D 是地狱军团第2兵团配备的最新一代战斗电单车，由三头犬公司和第2兵团工程部门联合研发，使用了最新一代三头犬 SA 复杂的转换结构。全魔 CM1D 不仅适合在主力部队到达战场前进行快速侦察，更因为它强大的越野配置，在复杂战斗状况中也能保持强势。奥曼加地狱军团第2兵团指挥官斯坦耶马蒂奇将军被称为不灭者，他从不相信运气，虽然总是遭遇突如其来的变故，但厄运从未将他击倒。他与蓝狼拉特科在镇压第一次北方叛乱时的突出表现，得到了奥历山大一世的赏识和重点栽培。从那时起，斯坦耶从未战败过，一次又一次展现了他那坚不可摧的意志。拉特科让第2兵团的工程师制造了一台加装矮人大炮的 CM1D 战斗电单车，以他弟弟生前驾驶的 SA 命名巨人意志，并送给了挚友斯坦耶。斯坦耶在没有任务时，喜欢骑着这台电单车在奥曼加郊野享受他的公路旅行。This is independent journalist Andre Friedman, reporting live from outside Zamai. Earlier today, Omega made a sudden move by deploying the dwarf Synchro Exo-Armors to the front line. The 88th SAN team of Gertz is urgently reinforcing their defensive positions. According to... Oh... ，target confirmed. The greatest the world has ever seen, a genius among non-entities.铁血崛起2。地处边境的威利耶摩有着庞大的灰色产业链，当地居民为此困扰不堪，军阀却凭借这些产业积累了大量财富。日积月累的矛盾即将达到爆发临界点时，奥历山大的间谍穿插其中，不断煽风点火，让事态持续发酵，直到引发大规模暴动。当威利耶摩军进城镇压暴乱时，奥历山大立即领兵以解放之名入侵了这里。顺利占领威利耶摩后，奥历山大将军阀斩首示众，把曾经用于隔离格雷区的大门打开，接纳了所有蜂拥而入的难民。这座城邦的人民以为他们终于迎来了自由的曙光，然而随后几年间，
边境政策在傲慢家的掌控下反而变得更加严苛了。威利耶摩，巴亚利亚格雷区和傲慢家之间横亘着绵长的山脉，而威利耶摩是贯通两地的唯一出入口。帝国在这里设置了戒备森严的关口，所有旅人必须持有准入许可，并需要经历一系列复杂的审查程序，符合所有条件者才会被准许入境。任何未通过检查人都将被列入黑名单，并遭到永久驱逐，而偷渡者则会被当场射杀。久而久之，威利耶摩郊区附近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棚户区，聚集了大量无法入境又无力折返的流民。食物入手，无论兵人还是载具，把玩起来味道依旧经典且熟悉，我很满意。地狱灵骑由于全身覆盖战斗装甲与头盔，一体性完成度很高，全身束体基本与之前我们体验过的伯纳德保持一致，在 3.75 寸的尺寸下设置了蝴蝶肩与颈胸腰的稳定关节，加上全身精简的设计，完全能够胜任玩家把玩的期许。妙的是，地狱灵骑的武器只有一把 OS-31 冲锋枪，单独玩起来总觉得少了点啥，似乎在召唤什么。这么看来，犬魔 CM1D 仿佛就在响应召唤，大尺寸越野轮胎搭配扎实装甲版内嵌引擎，加上后仰包裹式座椅设计，犬魔 CM1D 给人第一印象就是帝国技术部在秀肌肉。电单车全身重心偏后，强调一个后卧驾驶的愉悦感。犬魔前台拥有一定左右转向幅度，同时具备翻盖式机车支架与旋转踏板，装备在前台的两侧机炮本身火力不俗，即便地狱灵骑专注于驾驶本身，犬魔自身也能带来强大的火力压制。乘搭上犬魔的地狱军团，字面意义如虎添翼。再来说说我们的将军斯坦耶马蒂奇，素体与地狱灵骑一模一样就不重复，主要双头雕十分讨喜，露脸头雕刻画超出预期，双眼在喷印行业技术发达的当下，1:18比例下人脸也不输6寸公仔，形神兼备，护目镜可以随意穿搭，搭配起复合型射击主武器，非常抢眼。非要吐槽的话，只有面罩上色过于崭新，没有跟头盔保持旧化统一，动手弟们赶紧补色。至于本期最亮的载巨人意志就太得我心，基于犬魔框体模组的载具，攻防双方都全面升级。首先，为了提升载具防御力，从前胎蔓延到驾驶护手，再到整个驾驶座椅正面区都覆盖了厚实的装甲，驾驶员生存率大幅度提升。为了弥补前胎机炮移除，车身后背追加了一挺火力凶猛的 OM28R 脉冲步枪，配合硕大的弹链与弹鼓，长时间饱和火力覆盖不在话下。疾风迅雷，动若彗星，斯坦耶马蒂奇将军就是这个世界里的红色彗星。
冰人载具升高，地狱灵旗头顶超过4寸，斯坦耶马蒂奇保持同样高度，巨人意志舱盖开启最高点约莫6寸半，全模正面高度差不多3寸半。请入镜角色与载具们进行身形对比。总结来看，本套系列尽管是3年前的商品，今日来看依旧玩点十足，升级强化过的人物素体，特色鲜明的帝国载具，耐看耐品的旧化涂装，高机动作战编制的小队组合，这些卖点搭配英雄角色的人格魅力，酸雨战争世界中的风味扑面而来。也许有朋友对分开卖货颇有微词，不过我认为还好，只有 SA 驾驶员与载具的绑定玩法，才能将地狱军团闪电战的吸引力展现得身临其境。因此，我将本期节目商品推荐给入坑酸雨战争的新玩家，性价比超高的一本满足，从巨人意志小队入伍。酸雨战争中，我最喜欢傲慢加帝国阵营，尤其是地狱军团，就是那么多老商品，实在买不起，赶紧再版吧。